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共同学习自喷井节点系统分析。从这一节的标题，我们可以发现有3个关键词：自喷、节点、节点系统分析。同学们知道它们的含义吗？我们首先将来学习自喷井节点系统分析中的基本概念。什么叫自喷？自喷就是指的完全依靠油层自身的能量将原油举升到地面的采油方法。这是一口典型自喷井的组成部分，包括了油层、井筒、井口即分离器。原油从油层流向井底，经井筒流向井口，再经地面管线流向分离器，进行油气水3项的分离。油进入到油罐内或输油管线，水进入到污水池，气进入输气管线。我们刚介绍了自喷是完全依靠油层自身的能量的采油方法。那如果地层的能量不足以将原油举升到地面呢？怎么办？同学们下来思考一下。这是一个较完整的自喷井生产系统及各流动过程的压力损失情况，包括了油层内压力损失 ΔP1、完井段的压力损失 ΔP2、井下安全阀的压力损失 ΔP3。井下安全阀通常在海上及高压油气井上才会安装。油管内的压力损失 ΔP4， 井口油嘴的压力损失 ΔP5， 地面管线内的压力损失 ΔP6 及裂管压力损失 ΔP7。 裂管压力损失通常也是在海上油气井。部分井可能在井下还安装有井下油嘴，类似于井口油嘴。这儿我们需要掌握什么叫自喷井生产系统或者油井生产系统。它是指从油层到地面油气分离器这一整个水力学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压力损失是节点分析的核心的内容。原油从油层流向井底，从井底流向井口，再经井口油嘴、地面管线流向分离器，经历了4个流动过程，即地层的渗流、井筒管流、嘴流及地面管流。那么从它的流动过程可以得出，稳定流动后，每个流动过程衔接处的质量流量相等，符合质量守恒原理。前一过程的剩余压力等于下一过程的起点压力，是前一过程的阻力，是下一过程的动力。比如井底流压是地层渗流的阻力，井底流压越高，生产压差越小，原油越难流出地层。井底流压是井筒管流的动力，井底流压越高，越容易流出井口。接下来我们来看节点的概念，也是我们的第2个关键词。节点，油井生产系统中任意位置，比如油层、完井段、井底、油管内某一点、井下安全阀、油嘴、地面管线内某一点、分离器等。节点可分为普通节点和函数节点。像地层、井底、油管内某一点、地面管线某一点、分离器等这类节点是2个流动过程的衔接点，节点自身不产生与流量有关的压降，这类节点我们称之为普通节点。如完井段、井下安全阀、油嘴等具有限流作用的局部装置，这类节点它会产生与流量有关的压降，因此我们称之为函数节点。接下来我们再看解节点。解节点是指问题获得解决的节点，将整个系统分为流入节点和流出节点2个部分。比如我们设置井底作为节点，就将系统分为油层到井底的流入部分和井底到分离器的流出部分。那为什么要设置节点呢？节点作用是什么？节点作用在某部位设置节点，将一复杂系统隔离为2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以简化问题的复杂性。节点分析方法简称节点分析，最初用于分析优化电路和供水管网系统。克西霍夫假设
节点 N 有 A、B、C、D 4个分支，其中 AB 分支分别以电流 I2、I3 流向节点 N，CD 分支分别以电流 I1、I4 流出节点 N。通过测试得出，流入节点 I2 和 I3 之和等于流出节点 I1 加上 I4 之和，即流入节点的电流和流出节点的电流相等。这就是克西霍夫电流定律。那么在1954年，基尔伯特利用流体流量与电流相似的原理，提出把该方法用于油气井生产系统、乳土生产系统，以油层至地面分离器的整个油气井生产系统为分析对象，将油层作为系统的起点，分离器作为系统的终点，在之间某个位置设置节点，如井底，将系统起点到节点称为系统节点流入，节点到系统终点称为节点流出。节点系统分析是应用系统工程原理，把整个油井生产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以压力和流量的变化关系为主要线索，研究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个系统工作的影响，为系统优化运行及参数调控提供依据。我们知道，油气井稳定生产的条件是地层与井筒相协调，即地层供给能力等于油管排出能力。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供给和排出不等，还能是稳定生产吗？我们以流量为横坐标，压力为纵坐标，井底设置为解节点，分别绘制出流入曲线和流出曲线，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即为协调点，即在所给油气井的地层条件下获得的产量 Q 和相应的井底流压 PWF。 该方法的实质是利用图解法绘制流入节点流入和节点流出曲线，求取两条曲线的交点，这个交点就是我们的协调点。利用了协调原理当中节点处质量和能量守恒。好，这一节的基本概念就学习到这儿。